每年税季总会有人问，到底存 TFSA 还是 RRSP？ 如果看了前面视频关于这两个账户的基本介绍，我们就可以得出结论，这两个账户实在是太不相同。 TFSA 是先交税再投资， RRSP 是先投资再交税。可是究竟哪个对我们更适合呢？让我们举个最简化的例子， C 先生有1万元，考虑怎么规划。 C 先生提第一个问题，我边际税率 40%， 纠结要不要存 RRSP。 我的回答，首先要做一个 reality check， 现实问题是 C 先生，您以后收入上涨的空间大吗？如果是，可以考虑先不存，把今年的 RRSP 空间留到来年税率更高的时候抵税。如果 C 先生认为自己以后很难上升到 48%甚至 52% 的税阶了，可以考虑存。 C 先生接着提问，根据我的情况，到底存 TFSA 还是 RRSP？ 我的回答，这1万元存起来会影响您的现金流吗？如果不影响，推荐您存 RRSP 1万元，退税的4000再存入 TFSA，这样自己的账上总共有14000元。如果可能影响，可以直接考虑把税后的6000存入 TFSA， 需要时取出，这样不用担心取出后有税务问题，免税空间来年还不受影响。 C 先生提问3，为什么听说有的人买了 RRSP 退休时后悔了？我的回答，原因可能是下面的一种或者几种相结合。第一种可能，工作时税阶低，收入低，却使劲存 RRSP， 导致自己年轻时候勒紧裤腰带过得很苦，退休时回忆觉得活得委屈。第二种可能，发现自己的老年金受到了影响。第三种，投资收益不好，亏了。第四种，单身无负担，时日不多，取出时比存入时税更高。任何东西都是有利有弊的，对于 RRSP 供款者也是一样，关于存还是不存的问题，没有可能甘蔗两头甜，你要做的就是权衡利弊，挑更甜的一头吃。对于绝大多数人，只要用好了 RRSP， 就是对自己有税务实惠的，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判断，或者寻求专业意见，不要根据别人的经验管中窥豹，断章取义。我甚至惊讶于市场上还有一种关于 RRSP 的阴谋论的假说，比如 RRSP 是政府、华尔街、理财顾问的阴谋云云。如果不根据具体的客户情况广而散布这种言论，我认为说这个是阴谋论的人，如果不是本身认知太片面，就是哗众取宠，甚至可能还别有用心。比如劝客户不要买 RRSP， 到底是因为客户的实际情况，还是在向客户兜售其他的金融产品呢？这种做法是否把客户的利益放在了第一位呢？让我们用简单有力的数字继续说话。让我们做第一组比较。假如 C 先生今年35岁，边际税率 40%， 投资年化收益率 7%。 第一个场景是 C 先生从现在开始每年存1万到 RRSP， 直到65岁退休。第二个情况是从现在开始每年存税后的6000到 TFSA， 直到65岁退休。如果 RRSP 到时候取出来的税率仍然是 40%， 我们发现 TFSA 和 RRSP 最后拿出来的钱是一样多的。所以 RRSP 的重大意义在于，退休时候 C 先生的税率低于工作时的 40%， 这样用于退休的钱就能以较低的税率取出，所以就达到了省税的目的，效果比 TFSA 还好。第二组比较，不知道你有没有注意到一个问题，在 RRSP 取出的钱是100%征税的，不管是利息、资本利得、股息还是本金，全部计入应税收入。Capital Gain 资本利得在非注册账户中却是按照 50% 征税，所以对于 C 先生来说，他的 Capital Gain 在非注册账户只有一半纳入应税收入，但是在他的 RRSP 取出全部纳入应税收入。这里资本利得的税 C 先生吃亏了吗？显然不吃亏呀，
我们刚才算过了 RSP 即使在取出来的时候和存入时候税率一样，它和 TFSA 的效果也是一样的。那如果是相同的回报率放在非注册账户，取出还要再交一次税，当然是 RSP 更合适了。第三组比较，上期视频我提到 RSP 可以一次性取出，就有同学问过我，说谁会那么傻，一次取出这么多的钱交最高的税呢？实际上，即使不主动取，也可能被动取出。有一种极端的情况是，如果 C 先生在坐拥100多万 RSP 的65岁时不幸身故，而 C 先生如果没有配偶、未成年或者残障子女和孙辈，他忽然面临巨额的 final tax 最后一次报税，边际税率 52%， 这种情况哪个账户合算呢？此时 C 先生的 RSP 要交的税 final tax 是对 RSP 所有金额按照 52% 来征税，税款为56万7，税后还剩52万4，而他的非注册账户账面价值65万5，扣除本金18万，剩下的资本利得的一半按照 52% 来征税，征税款为12万4，剩下53万2。根据这些数字，我们得出了什么结论呢？遇上这种极端情况， RSP 要面临最高税阶，此时两个账户税后所剩的钱也相差不大，但是交税相差了40几万。对于我们每一个纳税人，最关心的是怎么能够让自己的税后收入最大化。看来即使在最极端的情况，这两个方案对于税后的收入也没有明显的区别，所以我们也不能够根据要交一大笔税的情况得出 RSP 不合适的结论。对于绝大多数人而言， RSP 的存款都是需要支撑退休后20-30年的生活的，所以不要因为担心极端情况出现就放弃 RSP， 这个是最好的思路。况且极端情况下属于自己的钱还是没有少多少。但是无论如何，一大半钱给税务局一下子抽走，还是于心不甘吧。退一万零一步，如果这种极端情况发生， C 先生不幸离世，会有什么后果或者解决方案呢？其实如果 C 先生有配偶，或者18岁以内经济上依附他的孩子或孙辈，或者任何年龄经济上依附于他的残障子女或者孙辈，有这些指定的受益人， RSP 都不需要计入 final tax， 而是计入受益人，也就是这些子女或者孙辈的收入。这个在税务上称作 refund of premiums， 从而达到延税的目的。而如果彼时 C 先生没有配偶，也没有未成年子女或者经济上依附于他的残障子女或者孙辈，只有成年健康的子女或者没有子女，那该怎么延税呢？如果是这种情况，建议 C 先生更应该早立好遗嘱，同时为了避免继承人无法交付巨额税单，也要考虑购买一份保单提供 final tax 的资金，以便继承人顺利继承遗产。以下是本期视频的结论。我们做以上各种推演和比较，最后只是为了说明 RSP 是个好工具，你的一生中何时买、买多少、怎么买，是每年都需要重新思考和审视的问题。可以找理财顾问进行咨询，甚至可以问问 second opinion。C 先生的例子只是给大家参考借鉴，每个人的现实情况、life stage 和目标不一样，选择才会多元化。如果说 personal financial planning 个人和家庭财务规划是下一整盘棋，那么任何的工具，包括 RSP、TFSA 都是你的棋子。用好每一个棋子，走好每一步棋，你就成为人生赢家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期再聊。